我貌美但善妒，不允许宋萧身边出现任何一个女子，粗俗却善假，经手账目，从未出错。入宋府2年，宋萧宠我，婆母疼我，无论我如何作妖，都只要求我在事后绣一张手帕，以作惩戒。人人都说，也就宋家受得了我，我也以为自己掉进了福窝窝。直到大婚前3月，婆母出城上香，出了意外，被一孤女所救，将人带回了家中。为报恩情，要宋萧将那孤女纳作妾室。我闹着要将人送走时，宋萧第一次冷了脸，将厚厚一叠帕子丢在我面前，将我一顿训斥。我哭晕过去，醒来时已被送出宋府。马车摇摇晃晃，除了我，就只有外头那个驾马的婆子。她递进来一封信，是宋萧的字，10日一封信，认错方能回府成亲。瞧见这信，我气得快要晕倒。晕死过去前，我清楚看见宋萧和婆母满脸焦急地向我冲来，再睁眼时，却已经躺在马车里。赶车的竟然是孤女翠娘手底下那个老妇。要不是翠娘出的坏招，还能是谁？都还没进门，就开始耍心眼逼我就范了，让她去做春秋大梦吧。怒火冲天，我猛掀开帘子，对外面的老妈子也没给好脸。快掉头！我要回去！那老妇叫杜三娘，长得虎背熊腰，满脸凶相，浑身全是力气，还懂些拳脚。那天正是听从了翠娘的指示，才救下调出马车，险些被马踩死的婆母。对我的命令，杜三娘不听，她一甩鞭子，马儿狂奔起来，我身子没坐稳，直接向后倒去。前面飘来杜三娘慢悠悠的动静。严夫人，宋大人交代了，既然你不肯认错，就得受完这趟罪。我也就是个干活的，严夫人您最好别为难我。我气急，但车速太快了，我不敢跳。杜三娘这人太凶，我也不敢骂，真怕她把我给宰了，然后跑路。回想宋萧说的那些话，我这心里就憋屈。这回宋萧训斥我时，语气相当的难听。严妙义，你去外头看看，天底下哪家大夫人像你这般争风吃醋，乱发脾气？以前的事就算了，但翠娘无依无靠，还是我娘的恩人，你居然狠毒到连她也容不下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岂不是要骂你严家没教养，骂我们宋家过河拆桥不懂得感恩？你要能接纳翠娘，以后后院只有你们2个。你若死活不容她，就卷铺盖回家，咱俩这婚事就彻底拉倒。可他明明清楚，我父母早就过世了，离开宋家我就没家了，留在太仓的只剩下一栋空房子。但这回不是我的错，错的是宋萧。翠娘要进门这事，我绝不同意，让我低头认错，我也办不到。如今宋萧已经做官，马上要带家属赴任，3个月，这是宋萧给我思考的时限，也是我留给他的。我挺直了腰板，坐正身体，既然必须受这趟罪，总得弄清楚到底去干嘛。咱们要去哪儿？杜三娘翻了翻眼皮，语气里全都是看戏的笑。宋大人说，娶夫人得贤惠，让严夫人亲自去看看善妒女人的悲惨下场。这样一来，以后家里才清静。在去路上，整整走了10多天才到达。路上每隔10天，杜三娘就催着我写信回家。头一封信我一个字都没写，只放了张白纸，然后飞鸽传书。除去这10多天里，我跟杜三娘就再也没讲过半个字。我只当杜三娘是盯着看管我的臭婆子。杜三娘认定我是故意找翠娘查的毒妇，我们彼此看着不顺眼，却又不得不凑在一块。我身子骨太弱，一路上但凡有个感冒发烧，身体扛不住时，杜三娘倒是尽心照顾，绝不敷衍。杜三娘兜里没钱，饿得快，饭量大，还顿顿要吃肉。我也不是抠门的主儿，只要不糟蹋，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。这10多天里，我俩都认清现实，虽然别扭，但总算找准了怎么相处最舒服。只不过我和杜三娘万万没料到的是，那个出名的醋坛子竟然是个女道士。她修行的那个道观更是在京城里。一路折腾，刚到长安城，我和杜三娘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吃的，又酥又脆，满嘴留香的肉饼，鲜嫩无比的生鱼片，汤头鲜美极了的萧家馄饨，白得像玉石的余家粽子。管他卖啥，杜三娘看着都馋得流口水。就连吃个甜点，她也没法在樱桃烙和冰酥山之间决定到底买哪一份。看她那馋嘴的样子，我撇了撇嘴巴，豪气的一挥手，全包了。我从小就跟着父母看账册，学习做买卖。父母离世后，严家所有店铺更是由我亲自打理，花销我是一点不差的。再说了，这几天赶路受罪，我真吃腻了那些没滋没味的干粮。有了杜三娘这个大胃王打底，我吃下去的东西都不算多。看我们吃的这么带劲，包馄饨的老板娘、煮粽子的伙计以及烧柴火的老婆母全围过来了。夫人从哪儿来的？瞧着不像长安本地人。来长安办啥事儿？我消息很灵通，说不定
能帮上夫人一把呢。对对对，夫人这么照顾生意，今天买饼的客人都多了。要是一点小忙，我们肯定帮得上的。我眼神一亮，吞下嘴里的吃食，赶紧擦擦嘴。那个女道士的名字一说，四周立刻没声了。有人疑惑嘀咕，有人满脸害怕，有人眼神透着看不起，还有人尴尬笑了2声，偷偷走远了。我顿生好奇，杜三娘也察觉到气氛不太对，宋萧派她来盯着我，第一是为护我安全，第二是考虑我的名声问题，第三呢是为以后我跟翠娘和平共处。对于那个女道士，杜三娘懂得不比我更多。大家没死缠烂打，吃饱喝足就走人了。一直住店实在太亏，我又狠下心想跟宋萧刚到底，索性就租了个小院子住下。接连整整3天，我们啥也没问出来。接着又花3天，我们天天去那些店里光顾，总算有人愿意小声讲给我们听。那个杜父早死了，大概是30年前的事吧，被人砍脑袋，身收分家，死得极惨。听我爹讲，看热闹的人回来就吓病了。你讲的不对，哪有那么恐怖？我听人讲，那个女道士明明是被勒死的。错啦错啦，全错啦！明明就是被用大刀直接劈成了2半。30多年前的旧事，谁也说不准到底咋死的。不过大伙都能确认的是，他绝对是被杀了。我听得发懵，既害怕又八卦，于是问了一嘴：他到底为啥被杀？几人互看一眼，异口同声的回答：他杀人了，因为吃醋发狂，弄死个年轻漂亮的丫鬟。这便是那个毒妇的结局，也是宋萧逼着我跑这一趟，想让我懂的。一个女子因为吃醋害死了另一个女子，到头来2个女子全死了。杜三娘在旁边听得直冒冷汗，看我的眼神全是防备。顺着大街回去时，她非常反常，低声下气的跟我拼命说翠娘的好话。严夫人，我是个粗人，嘴巴太笨，要是哪里惹到您了，您直接打我骂我都行。我家姑娘跟我完全不同，她脾气软，说话也好听，连她自己的东西都保不住，更别提有胆子去抢别人东西了。翠娘她打小就读书识字，诗文写的那是相当棒，想必帮着嬷嬷抄写啥的也完全没问题。我听说严夫人是个厉害角色，算账从不让别人碰，但这活儿特耗精力，也很伤眼。不如您就让翠娘帮您干这活儿吧，全当赏口饭吃。杜三娘脑子笨，心里琢磨啥全摆在脸上了，根本不用猜，一看就懂。她一口一个严夫人，喊得我心里直冒火。看我没吭声，急得都结巴。到了院门口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抱住我的腿就痛哭。我生气地把她拨开，把她吓一跳。宋萧这番安排根本不是吓她，是想吓我。我小时候胆不小，那年宋家人过来，由我家作陪，一块去了刘家港。刘家港连接江海，往西直通苏州，往东直接连着海，商人云集，船只穿梭，热闹极了。带着江南特产乘船出海。刘家港这块地头次见，心情舒畅，再次看欢喜得很。那时宋萧还挺小，竟看呆了，落水了。着急忙慌中，我纵身一跃，跳下水捞他。小宋萧死命勒住我脖子，任我怎么费力也游不动，一口气没接上，憋在胸口，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光。幸好有水性极佳的人及时把我们俩都给捞上岸。打那以后，我常做噩梦，生怕白光再冒出将我带走。我再不敢下水，怕雷，怕妖怪，怕尸体，啥都畏惧。这些年来，宋萧始终在旁保护我。如今为翠娘，他竟如此绞尽脑汁，不辞辛苦，大老远把我送到这儿来，就为了让我亲自瞧瞧那善妒女人的惨结局。杜三娘跟我认识太短，还没摸透我的真实脾气。再说，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远近亲疏，她生怕我弄死她主子，打心眼里防着我。我并不怪罪，但宋萧不该这样。宋父离世早，家里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。我到宋家那年，宋萧虽有才气，却未参加科考，外人特意来巴结，他不敢推辞，就怕啥时候得罪人被记上仇。今儿这家送个端茶倒水的小丫头，明儿那家又塞个弹琴唱曲的陪唱女，后院乱成一锅粥。我索性闹脾气，借着吃醋名头掏钱把人打发了。宋萧这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念书了。宋萧当官后，多少人想找他办事，
全被我善妒的凶名挡在外面。我绝不让任何女人靠近她，别人也不好跟我这无父无母的弱女子乱计较。管她到底多貌美有才，统统塞不进来。我逼她天天准时回家，就没人能借喝酒听戏把她灌醉，干出越轨的事。真不知省了多少麻烦。他们疼我，惯我，既演给外人看戏，也是给我的补偿。外人不清楚也就算了，可宋萧心里能没数。扑棱棱，一只白鸽子落三娘肩上，腿上拴着宋萧刚写的回信，仅有一句：妙意，你认不认错？我死咬嘴唇，绝不认输。这第二次写信，我没有搭理宋萧从前的话，反而犯了轴，动笔问了一大堆事。大伙儿都讲那女道士是个醋坛，更是一个毒妇。但女道士是良民，那丫鬟只不过是下人。丫鬟命贱，律法如处，按照唐律书议，主子杀婢，有错便杀，打100棍；没罪杀他，坐牢1年；打死别人丫鬟，坐牢最多3年。但那女道士秋天就被砍头。女道士的事问题太多，还没弄懂，所以没法回去。若有急事，可写信来说，别惦记。这封信我始终装在兜里，没有发走，就是死心眼，等到下个10天才放鸽子飞回去。我心中盘算过，若宋萧下一封信中自己叫我回家，我就回去。对于翠娘也不必撵走，三娘心地善良，翠娘这个天天见面的主子又能毒到哪儿去？他俩既然救了婆母的性命，就是养来报答又怎样？我跟宋萧把她认作干妹，等她将来成亲，我也肯给她一份丰厚的陪嫁。可宋萧在我父母跟前发过誓的，这辈子只要我，这事我绝不退让。飞针走线，新手帕也快缝完了，估计那信也快飞到了。但是我心里发慌，老惦记着那女道士的案，手指一痛，一滴血水砸在手绢上，染出个红印子，特别刺目。杜三娘嘴里嘀咕着，顺手帮我抹药。我咬了咬嘴，用力握住了杜三娘的手。三娘，咱们再去打听吧，不弄个明白，我这心里直打鼓。看她动摇，我赶紧忽悠。若宋萧非要收翠娘做妾，翠娘就不算好女，你难道不想跟我一块去摸摸底线？杜三娘不再迟疑，痛快就答应。我们重新上街，为了一个30多年前早断气的女人，街市之中探听八卦不难，可追问30多年前的旧案就难多了。第一，时间隔得太长，大多数人全听大人吃饱喝足讲的，他们自己记不大准，老人们也忘差不多。第二，人多嘴杂，故事说着说着就彻底变味。有人讲那会的父母官靠断案集很出名，手段一向毒辣，面对那么一个恶女，弄死也不意外。有人说有个管事的当官曾苦追过那女道士，但是被甩丢了脸皮，这就在判刑时往重了发落。可30年过去，大官得罪了皇上，早去见鬼，小官早没了人影，不知死活，最后拍板定罪。可是皇上哪能是我跟杜三娘这种草民能够瞎打听的？那女道士就活了20多岁，到现在都被骂了30多载。几天下来，除了善妒之人、刁钻女子的名头，我又听闻了旁人议论这位女道的污言。乡里人私下都说她行事轻薄，不自重。别提杜三娘了，我听得都有些发懵。这2种名号居然能扯到一块儿，说书人都编不出的离谱，竟是真事。我跟杜三娘坐在院里，全都不吭声。刚好宋萧来信又到了，这次鸽子带回了2张纸条，一张是宋萧写的，他的字十分潇洒，这次却流露出一点急躁火气，仅有2个字：随便。我瞅得有点心堵，一块大石压在心头。杜三娘根本没有眼力气，满脸激动地把另一张纸条塞到我眼皮下。这是我家姑娘写的，严夫人，我家姑娘写了啥事儿？劳驾您给我读一读。这张纸条挺小，字迹清秀，哀哀唧唧，满怀心事。翠娘开篇十分客气，交代了家里琐事。宋萧全心处理公事，旁边没别的人，自己跟他也是规规矩矩的，绝美越线。宋母身子硬朗，盼着我回家办事。接着问了杜三娘过得咋样，讲杜三娘岁数大了，不懂那些礼数，千错万错全怪她这个主子没教，求我别给三娘甩脸。结尾实在憋不住，提起那女道士。翠娘跟我们一样八卦，咬定里头必有猫腻，求我弄清后跟她多聊2句。还查吗？杜三娘重重点头，极其坚决。查。不过写信这茬儿我发了愁，宋萧诚心晾着我，我也算要脸的主儿。若写信比2个字多，反衬得我猴急猴急；若只回1个字，就显得太做作，太过当回事。讨厌的宋萧，诚心折腾我。我索性不回。对于翠娘的信，我有点别扭。以前在宋家，我俩虽然没有指着鼻子吵，但也算不上好。让我给她写信，我有点丢脸。杜三娘可不管这茬那茬，死抱着我的腿，非我帮她给她主子回信。我真的没招儿，帮她写了。最后
随便简单提了几句前几天打听到的八卦。我还是烦着他，哪有个女人会乐意跟自己同伺候一个男人的？写信答复又告诉真话，全是冲着他把杜三娘借来伺候我的那点面子上。我在嘴边念叨，心底却破天荒有了打算，认真打听一下翠娘的想法。既然这判案子的关不好挖，我跟三娘只好从咽了气的人查起来。不少人活一世也没能在这人间留下痕迹，就是死掉同样这般。那女道士的事情倒好打听些，她被喷了那么些年，脑子里记她的人也多，但线索太散。最靠谱的除去她的死期，就是她活着住过的道观。嫌疑官就在长安，这道观好寻却不好进。一听名号，统统眉头一皱，死板又假意的催我们出去。三娘还以为人家真客套，揪着问个没完。我被盯得老脸一红，拽着她逃掉。继续往下问，恐怕咱们就不是被劝跑，是被赶跑的。不问不讲，难道这就没这档子事儿了？这是哪门子理？杜三娘嘴里嘀咕，讲翠娘平时胆小怕事，懂规矩的很，难得这么八卦，她非要挖个明明白白，回家好跟翠娘摆一摆。三娘动静大，没一会儿我俩就叫别人挡了道。来的是个鼻高眼深、白皮如雪的卖酒客，手头正拎着一罐装满的老酒瓶。二位想打听的事儿，我们懂行，一罐酒，一个八卦。夫人可想听听？我跟杜三娘互相一看，乐了。这卖酒郎估计是不懂我的钱包有多鼓，只要干货足够甜，就是砸点铜板也随便的。鸽子来回跑腿，整整1月的日子，火速翻篇。宋潇瞅着手头挨挨挤挤的废纸器乐了。除去门店和账册，严妙意哪会写出这么多字？现在自己做了大官，早不是从前的宋潇。宋潇琢磨，严妙意热热闹闹跟了自己，犯不着再从早到晚趴在桌上点着油灯，为了一块碎银算账。妙意跟了他，也能像别人府上的太太一样，舒舒服服的喝茶看花看戏溜达。但严妙意不干。宋潇，我不爱那样，我不想待在富贵堆里面打发日子，我乐意抱着算盘为家里算账，我不想对着看着烦的人假意客套，我凭本事混饭吃，站得稳脚，我要活个大痛快。妙意脾气特别直爽，啥事都要争个高低。以前宋潇以为这挺好，招人疼，还绝不会被人欺负，但现在宋潇只当这全是废话，当了官太太哪能够这般胡作非为？妙意能够乱发火，自己倒非得帮他盘算。终究妙意往后充当的是宋家，充当的是自己，那绝不让步的脾气，将来绝对是要倒霉的。他跟杜三娘透底，只要妙意服软低头就能回头。可妙意连对着从小玩泥巴一起长大的自己都不肯稍微服个软，铁心去了长安。第一封信发回，对自己不理不睬；第二封信发回，净扯别的没用，就是打死不认。宋潇胸中是真憋着邪火，字条在手心差点被攥烂。老爷，能不能让翠儿看一看？面对翠娘，宋潇没法黑脸，不光是看在翠娘是亲娘的救命恩人，更由于翠娘跟妙意反着，是个特别娇弱的姑娘，一看就叫人控制不住想把她护后头。无论把翠娘许配谁，宋潇跟宋母都害怕好人挨黑手，但养在自家院里又不必犯愁。严妙意尽管瞅着脾气火爆，可他们明白妙意是个最容易心疼人，而翠娘同样是极佳，有才有貌，脾气又温和，摆在后宅绝对不敢跟妙意掐架，还能洗了妙意醋坛的锅。一石三鸟的妙算，是严妙意糟蹋他一片好意。翠娘拿过纸条，瞅见第一张白纸的功夫，控制不住道：老爷，翠娘看得清，严夫人是紧张您的，你们两口子间就如这一张白纸，透透亮亮。动笔以前，您写情话，服个软，严夫人肯定也会寄您一封暖信。您发脾气，严夫人肯定只谈事不讲理，死要挖个明明白白。只要落了墨，就永远没法重写。宋潇眼角直跳，心犹如叫揉了一团。真的，他这么搞完全是因为发毛。以前眼下妙意啥时都有后路，往后做官，他或许会因为意外不得不干一点妙意忍受不了的破事儿，或许会因为公务冷落了妙意。宋潇怕严妙意干脆甩手跑路，所以想让严妙意变成跟别的官太太一样的女人，一辈子锁在自己身边。恰巧听朋友闲扯，聊起30多年前死掉的那个泼妇，宋潇这冒出了坏水。妙意没个亲戚，瞅着办事无法无天，其实怂得要命的。这一走千万里，那杜父更是让众人恶心。妙意一摸底，绝对联想自身，只要妙意一路怂相，啥事就好对付了。他确实暗算了妙意，往后肯定加倍还他。宋潇咬了咬牙，照样不知悔改。你刚进家门，不懂他的脾气。翠娘，你装肚里，我绝不亏你。宋潇摸笔在那张白纸上勾出2个字，就撇到一边。将来再有信传回，你帮我挡就是。等他什么功夫晓得错了，晓得认错了，
我才提笔写字。翠娘注视着宋萧离开的背影，一阵发呆。说实话，她并不想给宋萧当妾，但就像宋母讲的，她是个没爹没娘的，身边仅有一个三娘。要是三娘将来老得动不了，他们只能落得任人欺负的结局。宋萧年轻有为，前程似锦。严夫人嘴巴硬，心肠软，又擅长打理后院，她更是承蒙了自己的救命之恩，再也没有比宋家更适合自己的落脚地了。翠娘收起心思，凝视着严夫人寄来的第二封书信，通过一个女子的笔触去窥探另一个女子的一辈子。严夫人的第三封书信寄来时，宋萧果然不再搭理，甚至没多问一句。幸亏严夫人的信也未曾提他，只说他俩去了嫌疑关，因为三娘瞎撞，差点被赶出门。幸好有钱能让鬼推磨，他们总算又打听到了那女道士过去的零星消息。那女道士性子嚣张，被俗世所不容，住在道观，居然抛头露面，挂出牌子，邀请天下读书人来一块写诗，甚至写出很多大逆不道的诗。看到这儿，翠娘控制不住眼皮直跳。这么样一个人，这么个死在30多年前活生生的女子，当真是太大胆了。翠娘忍不住来回读了几遍，这下才发现严夫人从没有在信里叫那女道士吃醋婆或是恶毒妇。街坊传言，她也特意圈出很多事情都是大家瞎传，是真是假不懂，甚至会抄写几句女道士过去的诗作，专门留给她看。翠娘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，她跟着父亲打小念书认字，比起严夫人，她更能够一眼看出那女道士的才气和天赋，字字推敲，句句回味，居然比宋萧写的文章还要出彩。能写出这等诗词的才女，翠娘不信那女道士除了男女那点破事的饭后谈资，就再没懂行的人知道。于是翠娘抄下诗句，写信寄给爹娘的老朋友。老天不负苦心人，翠娘也摸清了一点，赶紧给严夫人他们写信送去。第4封信，第5封信，第6封信，接连不断。那女道士的一辈子终于能够拼凑个七七八八。女道士果然脑子灵光，小时候住在破巷子，写的诗文就能引来高人收她当徒弟。16岁那年，她嫁给了师傅的好朋友，当时的科举状元，当小妾。可惜她是被偷偷娶进门的，大夫人压根不晓得这事，回来后同样容不下她，她被各种折磨，最后只能去道观当了女道士。夫君跟她讲3年之约，肯定来接她回去。3年过了，却只等来夫君带着夫人孩子去外地上任的信儿。后来的事就是之前信里写的那样，这就是宋萧让严夫人去看的吃醋婆的一辈子。翠娘端着那一叠叠信去找宋萧，但宋萧脸色发黑，翻完所有，直到婚期不到2月，他竟然还是不认错，还在跟我闹脾气。那一个瞬间，翠娘只觉得自己和宋萧中间仿佛隔着一堵厚实的墙，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总算搞清我和三娘笑得合不拢嘴，早没了刚上路时的别扭。长安城热闹，来一趟也不容易，我们大包小包买了不少波斯的珠宝香料，落麦的玻璃杯盘，能挡雨的龙油卷，削铁如泥的火金宝剑。宋母、宋萧，甚至连翠娘，我都挑了送他们的礼物。长安这趟是我赢了，那女道士根本不是一般的吃醋婆，她确实杀了人，确实干了过格的错事，但罪不至死。逼她到这步要她命的，从来不仅是皇上狠官，不仅是被网中了解释的律条，还有容不下外人的规矩。我和三娘加上翠娘查清了所有事，不过我乐意给宋萧个台阶下。老规矩，我绣了一张手绢，这一张我绣得相当费心，绣的是太仓刘家港那个宋萧掉进水里的桥头。我还给宋萧写了一封家书，和他办喜事去外地上任前，我想跟他再回一趟太仓，去皇姑祠中拜一拜牛郎织女的老天爷，一求婚姻圆满，二求家里和气。对于翠娘，我挑起嘴角，就带上她跟杜三娘算了。三娘嘴巴馋，也让他们好好尝一尝我们太仓皮色发亮、肉质酥烂、刚刚好的蚝鸭，还有汤汁浓郁不浑浊的羊肉面。马车晃晃悠悠，我跟三娘总算到家了。还没到院门口，就远远看到宋府大门上早就挂上红布、红绸、红灯笼，一副要办喜事的样子。宋府里仅有宋母和宋萧两个主人，当然不可能是宋母要改嫁，那就只有宋萧。我死咬着嘴唇，指甲掐得手心发疼，被人出卖的滋味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重重扇在脸上。我以为这趟是我和宋萧之间的明争暗斗，闹了半天，他是想生米煮成熟饭。杜三娘脸色也是一片惨白，她急得一把死死拽住我的手，一遍遍解释：严夫人绝对不是我家姑娘，她最懂规矩不过，又一直跟我们写信，我都不在，她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，她肯定不会答应的，你信我，你信她。那一抹红刺痛了我的心，也扎痛了我的眼，眼前的一切慢慢变得模糊起来，啪的，眼泪掉下。我这才发觉宋母已经走到了马车跟前，喉咙发紧，面对着这张看熟了的脸，我竟然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宋母叹了一声气，皱纹爬满她的眼角，比起我记忆里的宋姨，她老了太多。宋母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，说出的话却又一次扎了我的心。妙意，世道就是这样，
女人总是要嫁人的，你也不能逼着男人只守着你一个过一辈子。只要萧儿心里只有你，我也永远向着你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妙意，你真的不能退一步吗？我母亲和宋姨从小一块长大，这点情分一直到宋姨嫁到外地也未曾变过。俩人经常写信，弄到什么好玩意总要给对方送一份。母亲和宋姨怀上后，两家商量好，如果是一男一女，就定下婚事，亲上加亲；如果是两个男孩或是两个女孩，就延续他们的感情，互相帮衬，永远不变。我和宋萧生下来后，宋姨年年都会带着宋萧回太仓，她很高兴，不仅是因为能见着母亲，也是因为能看看太仓。明摆着她是打小在这里长大的，一碗面条，一张剪纸花，这些她看惯了的玩意，越来越让她红了眼眶。母亲晓得她回趟娘家不容易，在宋姨走时总会备好一大堆让她带走，逢年过节写信跟东西总一块到。我和宋萧算得上青梅竹马，母亲和宋姨谁也没提这茬，直到我和宋萧互相看对眼，他们才抖出这段娃娃亲。看着我和宋萧越来越黏糊，母亲却总是想说啥又咽回去。我以为她是不舍得看我嫁人，但是母亲却说，你宋姨以前也不是个肯吃亏的，这些年她的变化我全看在眼里。妙意，我担心你将来嫁过去也会吃亏，母亲晓得宋姨对你的疼爱是真的，你相信宋姨，也中意萧儿，可你宋姨到底还是萧儿的亲娘，更会为萧儿铺路。如果可以，母亲更盼着你能留在太仓，留在母亲身边。那会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爹娘过世时，宋萧当面指天发誓，这辈子只要我一个。宋姨也对他们许下诺言，现在全变卦了。我绝不会让步，不只是为着一个翠娘，是因为诺言一旦被撕毁，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是因为那是我爹娘的盼头，他们舍不得委屈我，让人轻贱我，那我更不能委屈了自己，作践了自己，惹他们掉眼泪。我抹了抹眼泪，看向了宋姨。宋姨，要是我死不退，你怪我吗？宋姨愣了愣，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。她轻轻拍了拍我，脑门急出一层冷汗。傻丫头，你的辛苦宋姨全看在眼里，难道还能坑你吗？好不容易熬到头，萧儿又当了官儿，你退一步，嫁给他就是大太太。啥小妾，啥通房丫头，生杀大权全凭你做主。你吃醋不高兴，都憋在肚子里，面子上过得去，打发了就是，弄死也成。家里大小事由你管，将来整个宋家全都是你的，这有啥不好的？不是我帮萧儿说话，只是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你有时候该低头还是得低头的，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妒忌和耍小性子，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猛地想起那女道士和被害死的小丫鬟，明枪和暗箭相比，到底啥区别？道理全在掌权人的手里。女道士被杀头一样，她也挥刀砍向了比她更弱的丫鬟。那我算啥？我就算让步去当宋太太，先在心底掐死以前的自己，再逼死那些踏进宋萧后院的女人。我眼下还能明白，还能心疼，还能通人情。但若真照宋萧之前讲的，再不管铺子，天天死守后宅的开销，要我真不再出门，非当个温室里的花围着他打转，我还能管得住自己的心吗？我还能死咬30年前女道士遭处死的事有隐情，再去摸透她的一辈子吗？我真摸不准，但我不愿当那女道士，更不想当那被弄死的丫头，因此我绝不退步。宋姨，你做到了你自己说的，你乐意吗？你要是真乐意，为啥回太仓时还总偷偷掉眼泪呢？宋姨愣住，半天没接话。就在这节骨眼，门后便露出了宋萧，他快步来到宋姨跟前，低头盯住我，满脸的没辙。妙意，折腾这一圈，你咋还是这么要强呢？算了，我给你立字据，只要翠娘一个，绝不再纳妾。我要是敢毁约，你随时拿字据跟我散伙，行吧？我懵了，破天荒觉得跟宋萧说句通透话太难。宋萧，你到底扫过我寄的信没？切切实实看清我这阵子努力的成果没？你要真在乎我，真看过我写的信，咋还能扯出这种离谱的话？你是不是还当自己已经超级大方？哼，对我百般纵容，甚至深觉委屈？宋萧眼里闪过慌张，跟着干脆扯谎。我瞧过的，我全看过的。妙意，你要觉着不得劲儿，咱们能先拜堂，让翠娘熬一阵再进门，成不？冷笑止不住的从嗓子眼冒出，我彻底断了跟宋萧吵架的念头。对了，他压根没看，原以为他也就是拉不下脸，这才会他来动嘴。翠娘代笔，闹半天，他绝没服软。那些字，那些事，
全部挨他的鞭，统统是翠娘说给我的。估计宋萧也就是随便听了一嘴，又瞎糊弄着探了探风声，便死咬着一个被世俗挂在耻辱柱上痛骂的女人的死，能让我收心，乖乖听他摆布窝在后院。弄不好，宋萧跟外头俗人没啥区别，他压根不当毁掉一个女子的本事跟才干，算什么大不了的错？他以为这就是懂事，绝不觉得这是害命。听见冷笑动静，宋萧算是真慌神了，他死拽住我，软声求情：妙意，是我骗了你，我马上回家看成不？我不要翠娘了，咱俩还跟以前一样，就咱俩一起过日子。宋萧话都没吐干净，就叫三娘一嗓子喜悦的喊声打断。翠娘晃晃悠悠挎着小包袱走出，身上穿的还是她出进家门穿的那身。瞅见我，翠娘满心欢喜，眉眼全带笑。宋姨蒙圈：翠娘，你咋没套上大红嫁衣？我翻来覆去想，觉得全不对了。翠娘满脸抱歉，笑着，身板挺直。夫人，我和三娘救了你，你要是还想报答，那干脆赏我们金银。我不稀罕做妾，也不愿做下人。这咱俩讲挺好的，咋全都变卦了呢？宋姨丢了魂，宋萧摸不透，只有我跟翠娘加三娘互看一眼，乐了。我笑出声，一把甩开宋萧的手。甭费劲了，宋萧，我也不乐意，咱两家亲事直接散伙。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。别呀，妙意，别这样，我犯浑了，我真错了。宋萧脸憋通红，死拽着我绝不撒手。从头到尾，我对翠娘只有报答的心。我是掏心窝子只爱你一个呀，妙意，你绝不能这么绝情，你不能！三娘猛地推开宋萧，宋萧被这股劲掀翻，倒在地上。见状，三娘麻溜拽着我跟翠娘上了马车。宋大人，你早前交代我办的差事，我办妥了。眼下我得领我家主子跟夫人远走高飞啦！不，别这样，颜娘，你快别走！宋萧爬起身，顺着车轱辘印死命追了老远，直到影子越缩越小，彻底没影了。我跟宋萧这门亲事，顶多算口头保证，换了生辰八字，照样能回婚。别提这也就是个玩笑，口诺，只要我打算走，宋萧费多大劲也赖不上我。我雇了伙计去趟宋家，把我的家当和流水全盘端走，顺手雇下条花船，打算回太仓。三娘不管翠娘臊红脸，生拉硬拽拖她上船。严夫人，你从前夸口家底殷实，养活我跟姑娘不在话下，还算数吗？我没好气拍给她一张饼，堵死她的嘴。算，再添上10个，我也照样能养活。三娘狠咬口大饼，乐呵呵直摇头。单拿素饼打发我可不行，你说过要带我去吃羊肉面的，我可全记在心里呢。翠娘憋不住暗笑，在她那小行囊里死揣着2册诗集，一本是我跟三娘到处搜罗由她归拢的女道士真迹，一本是她从小肚里憋的诗。翠娘是个大才女，不光诗编得溜，还曾用男人的化名写过折子戏去卖，卖得相当火爆。我早就盘算好了，领他俩回太仓。我当掌柜，给翠娘盘个大书铺，叫她挺直腰板，用自己的真名字写画本子去卖诗。咱们仨搭伙干，保准把这小日子过得顺当又快活。